宫殿格栅，镜面轮圈，欢庆女神的香风真刮到了杭州湾。这车比5座的库里南还重了小300公斤呢。2.0T 发动机，70度大电池，豪掷50万买极客，到底值还是不值？这么贵的车，这副车架还是钢的，你信吗？老听说给铁件刷银漆是装铝，那给铝合金上黑漆，看着又像铁，这是为了啥？嗨，家人们好！官网上的全球超豪华 SUV 新旗舰，N 多车评节目里的杭州湾库里南，极客 9S 颜值和配置，相信大家已经看得挺够了。所以这车的防撞梁强不强呢？悬架又好不好呢？这期的底盘拆解节目，咱还是少说上身，多看下盘，看看这么贵的极客，面子和里子是不是能一站够齐 ？OK， 闲话少说，直接看4门2盖，哪块用的是铝材，哪块又给的是铁件。蒙皮材料，咱们开始快速让吸铁石给出答案。前机3盖铝合金的，前翼子板可是钢制的啊。前车门也是铝合金的，后车门还是铝合金。后翼子板可是钢制的啊。最后尾门，上半部分钢制，下半部分应该是铝合金和塑料的复合材料。毋庸置疑，车身蒙皮选择钢铝混搭，4个车门和1个半盖用铝，其余用钢的方案，自然也是在权衡了轻量化、附件成本、售卖价格以及维修难易度等多方面得失后的决定。另外，后部采用的豪华天地门设计，选材还要充分兼顾功能设计的需求。所以客观讲，极客 9S 的蒙皮覆盖件用铝量其实也相当可以了。但即便如此，这辆70度电池的 Ultra 版整备质量还是达到了3045公斤。说到这3吨多重的整备质量啊，大型 SUV 加增程混动的动力形式，基本都是2吨5打底了。咱也列出一些呢，供家人们来参考。多说一句，相比覆盖件的选材、电池容量、动力总成的重量以及白车身和悬架系统的含铝量，影响呢会更大。这里也给大家几个相似体格的油车的重量做参考，比如24款的5座库里南和25款的标轴领航员都是2吨7左右。25款的揽胜盛世呢是2.6吨左右，所以有一说一啊，这极客 9S 还是真够分量。OK， 下面咱就直接拆杠聊正题，看看家人们最关心的前后防护，极客 9S 给的到位不到位呢？拧螺丝、拆卡扣，依次卸下前后保险杠，能清楚看到极客 9S 车头给到的是标准的一主一副防御公式，造型整体方正，两侧向后弯曲。不过经常没事拆极客的家人们都知道，这个牌的车防撞梁材质可不能光看着颜色说。没错，灰色主梁和黑色副梁仅仅是长得像钢，实际用的都是重量更轻、吸能延展性更好，同时还自带防腐防锈本领的铝材。至于主梁为啥不是金属银本色登场，应该和先装白车身再上漆色的制造工序有关，不会影响到实际功能的发挥。而黑色的铝合金副梁应该也是涂装完成后的单独安装。多说一点，给铝材上漆目的也是额外增加防护涂层，尤其在高湿和高盐地区使用，耐久性会更让人放心。这么看，沿海工厂造车想的还真是多。功能上，实际测量前部主梁和副梁的宽度分别约为1.62米和1.53米，防护宽度占比分明达到80%和75%左右。没错，副防撞梁比主梁短，并且弯曲的两端应对小角度偏置碰撞位置。虽然都有一段焊接的铝梁补墙，但主架一侧还是肉眼可见的比副架一侧更长，有点偏心。好在主梁两端的后部倒是都看到了额外加装的楔形偏一块部件，同样在应对强烈的小角度碰撞时，这套结构能更好的将碰撞力引导至纵梁之外，配合祖传的丢轮保命技术，能尽可能的降低侵入乘员舱风险。另外，主副梁的吸灯盒也都采用了先嵌入车身纵梁与副车架，再通过侧置螺栓固定的形式。这样的好处是碰撞力量传输的路径会更准，而且还能更好的利用从防撞梁到车身纵梁材质强度的不同，实现梯度化溃缩吸能、逐级化劲儿的效果。在极客的其他车型上，我们也有见到。说到车身结构，极客 9S 这副钢铝混合身板其实也用到了不少压铸铝材，更多是体现在了后方的 CD 柱和下部车身。好处是同等结构，重量更轻，零件数量更少，当然账面数据也更好。据说高强度钢和铝合金的占比能达到91%，
车身扭转刚度是4万出头的水平，虽然比尊界 S800、蔚来 ET9这种5万加的顶流要低，但比腾势 N9、问界 M9、乐道 L90确实更高。顺道开盒看机舱，首先别看极氪 9S 车头身形硕大，但因为机舱内需要容纳一台 2.0T 发动机、空调系统、驱动电机、主动开闭的散热器以及复杂的油液管路和控制单元，整体布局还是相当的紧凑。据说极氪 9S 的动力系统能兼容发动机直驱和增程模式，也是全球首个900伏的混动架构，主打一个按需执行，又强又省。另外几处安全细节咱们也可以多看几眼。首先是布设在减震器塔顶位置的这根横梁明显经过了强化，一来能作为提升车辆扭转刚度和操控的结构件，有点类似性能车上的顶巴设计；二来还能充当冷却液壶、部分线束的固定支架。另外机舱前部的边角处同样能看到单独加装的小段钢梁，也是为应对小角度碰撞而生。继续移步车尾，能看到因为我们这辆 Ultra 版的极氪 9S 选装了电动拖车钩，所以为了满足牵引拖挂强度和必要的防撞梁功能，就只能用上这个粗壮结实但宽度有限的黑钢梁了。实测长度约为 1.26 米，防护宽度占比只有60%多，但型材截面厚度却足足达到了6毫米之多。当然这种设计也属于广泛采用的成熟方案，远的不提，在我们刚刚拆过的理想 i6 上就见过类似的部件。但即便如此，极氪 9S 还是为后钢梁设计了与前部结构相似的吸能盒，溃缩防护效果更好，也方便单独更换，值得给个赞。2句话总结：前后防护、设计选材都还算相当到位，细节还有惊喜。所以浩瀚 S 架构下的极氪 9S 前后防护，您觉得够旗舰吗？或者您发现了哪些地方有待改进，都可以评论区和我们说说。节目里咱就继续重头戏，底盘悬架走起。高高举起极氪 9S， 能看到硕大底盘，实际只在前部动力总成下方中后部的油箱区域布设了2大块纤维护板遮体，其余像前副车架后部后电机周边区域就都是金属型材，赤膊上阵了，应该是考虑到了电机散热和排气通路的热源问题。不过前副车架区域其实是额外装配有一块钢护板的，用于防护内部的转向电机总成。还有这块70度 6C 3元锂大电池用的也是复合塑料下护板，而并非那种喷涂了 PVC 涂层的钢板。虽然也具备足够的防腐防湿机能力，但日常行驶的吸音降噪效果可能会稍逊一筹。好在底盘整体平整度尚可，也并未看到明显的外露管线。还有在前副车架后部还能看到额外加装的小段钢梁，作为底盘的低点，它能减少电池托底刮擦的风险。同时整条排气通路不仅位高权重，让后部副车架都要充分避让，而且途经位置的隔热铝瓦布设也相当讲究，包括电池前部的冷却液管路周边、靠近油箱区域和尾部消声器附近，以及电池周边都有针对性的防护。此外，尽管极氪 9S 装配有电动脚踏，但还特别留出了举升机的支顶位置，方便日常检修，这一点也给好评。快速拆下前后2块大护板，极氪 9S 的底盘真身就算五马相遇了。先说选材，除了前副车架用的是钢制型材，其余都是明晃晃白花花的铝合金部件。相比用钢，铝材不仅颜值养眼，防锈更好，相似结构与强度，重量也更轻。再看布局，由前至后，发动机、前电机、电池、油箱和后电机的布局也是主打一个满满当当，甚至给4轮空气弹簧用的储气罐都只能在后副车架和排气消声器间隔的夹缝里安身，只有电池包前部留了少许空地，避让炙热的排气头段和3元催化器。多说一句，树脂油箱，50升的容积，扁平的设计。得益于此，尽管底盘部件众多，但车内后排还是给到了纯平地板。而细看副车架，前部虽然用的是常见的全框日字形结构，由高强度冲压钢板拼焊而成，但能看到前部动力总成悬置衬套是集成进了副车架之内。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在充分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能减少垂向空间的侵占。相比之下，后部采用一体铸铝全框副车架就是高端标配了，结构强，重量轻。同时后电机位置也能看到用魔术贴裹上的黑外套，用于阻隔电机消降和高频噪声。继续看悬架结构，参照官网信息，极氪 9S 前部用的是双横臂独立悬架，而后部为集成多连杆全铝悬架。不过老司机们都懂，它其实就是前双叉臂和后 HB 形式，材质均为如假包换的铝合金。至于为啥大块头 SUV 前悬总爱用双叉臂，
主要就是这种结构横向刚性大，抗侧倾性能优异，同时对于操控和舒适性的需求也能做到比较好的兼顾。只不过极氪 9X 并没在传统的结构上进一步通过多球节形式对上下摆臂进行解耦，调教上限可能会相对有限。相比之下，后悬的主角就必然是这个体型硕大、结构刚强的 H 型铸铝下摆臂了。平日里不仅要举托空气弹簧，车辆行驶中还要承担侧向力、纵向力以及转弯中的弯距，绝对是下摆臂多面手般的存在。而剩余的就只有一根上摆臂和一根前束拉杆与副车架相连了。所以这种悬架结构的最大优势就是比传统多连杆更省空间，同时也能比较好的兼顾动态操控性和行驶舒适性。唯一的难处可能就是相当考验调教功力。当然，结构之外，弹簧减震器与相关电控系统也扮演着尤其重要的底盘角色。事实上，极氪 9X 标配的簧减方案就是这套闭式双腔空气弹簧加双阀 CCD 电磁减震器的顶流组合。从簧体上的清晰标识可以看出，供商来自孔辉科技。相比普通的开式空簧，闭式有举升速度更快、占用空间更小，同时噪音更低的优势。而根据用车需求，据说可以实现最大110毫米的行程调节范围。至于极氪的减震器为啥叫 CCD 而不是我们惯用的 CDC， 其实只是字母顺序的差异，原理上都是通过控制电磁阀通断，改变内部流道，进而改变减震器的软硬。不过双阀确实能实现压缩和回弹的独立控制，表现更好。结合实际麋鹿测试表现看，尽管极氪 9S 的车长超过了5米，车重也超过了3吨，但整体动态表现还是相当的灵巧敏捷。只不过当重心快速转移时，车尾的滑动还是不可避免。总之 74.1 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通过车速已经算相当不错。那看过了车身，也验明了车底，最后咱再看看极氪 9X 的轮胎和制动配置如何，性能、颜值咱都在这趴聊聊。首先，我们这辆极氪 9S Ultra 版配备的22英寸镜面锻造轮毂和前6活塞橙色卡钳都属于选装项目。想要皮薄馅大，想让颜值与性能齐飞，需要额外再花4万块。免费得到的只是22英寸星耀锻造轮毂和4活塞卡钳的配搭。轮胎方面，4条均为285/45R22规格，来自米其林 PS5 系列，属于强调操控和实力表现的高性能轮胎。制动系统则是前固定式6活塞卡钳搭配打孔通风盘，后浮动式单活塞卡钳搭配通风盘。出色的硬件配置在我们性能实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最快加速4秒破100，实测连续100到0公里每小时的全力刹车，最短制动距离仅有33.48米，而实测的平均值也仅有34.81米，相当强悍。OK， 以上就是这次极氪 9X 底盘浅拆节目的全部。整车底盘悬架、布局设计和用铝量，我觉得还是相当对比它的旗舰身价，当然也包括前后防护细节。所以50万您会考虑极氪吗？您又会去拿它和谁对比呢？评论区期待您的高见。那咱们呢就下期节目